各位網友，大家好啊！玩書走天涯，走進歷史，走出現實。就在現實中啊，最近的伊朗的這個街頭抗議啊，愈演愈烈啊，並且呢，神權政府啊還要野蠻鎮壓，是吧？那麼這個伊朗的變天，未來究竟如何發展？玩書今天談一個不合時宜的話題啊，就是伊朗變天有那麼重要嗎？首先，玩書得表達一個觀點啊，我肯定是支持這個伊朗抗議者的啊。像神權政府這樣的啊，這個亂槍掃射是吧？殺害這個無辜的民眾、抗議民眾，這種做法是吧？令人發指啊！甚至玩書提議我們向這個伊朗的民眾一定要向這個孟加拉學習是吧？那就對不起，那血債血償是吧？你殺我一個，我幹掉你10個。那沒辦法，你對待暴力政權，对待這種是吧？这是野蠻的這種這個恐怖政權，你不用這種方法，你怎麼搞得贏，對吧？我想現在川普、以色列是吧？目前還按兵不動，但是據說這個航空母艦群已經把伊朗包圍了。川普打不打呢？我估計也是蠻難啊。為什麼呢？我還是想到2點，第一個。你打不能發動全面戰爭，對不對？伊朗也算是個大國了，在波斯灣地區是吧？這個根源深長啊，這個觸角很廣，是吧？什麼哈馬斯、真主黨、胡塞武裝都是他的小弟啊，打起來也不容易，對吧？想精準斬首，你沒有很好的情報，你像那個委內瑞拉，那搞不好你這個。抓不到人吶，對吧？所以美國只能是精準斬首，或者是抓人，這樣像抓馬杜羅似的。但是你怎麼能夠摸得那麼準，蠻難的，我覺得。第二個什麼原因呢？我還是跟他談一下啊，就是就算你把他拿下了，那後面的新政府如何成立，如何管理？老國王這個兒子巴列維2世過來能不能行？這都是問題，對不對？你像當年這個美國阿富汗是吧，也沒拿下來，對吧？這是管理起來也很難，花那麼多錢，死了那麼多人，最後是什麼結果呢？老百姓也怨聲載道，對吧？你作為一個執政黨，你可能搞不好也吃不了兜着走，所以這都是問題。那麼玩書這裡談個什麼問題呢？就是說，你假如說你沒有一個執政的合法性。或者你沒有做一個真正的這個民選政府，你如何保證你的政權的平穩過渡？啊，這是我覺得關鍵問題啊！就伊朗變天怎麼變，往後怎麼變？再往後多看一步啊！變天之後是否一定變得好？像巴列維國王後來，他有沒有能力治國？民眾有沒有這種素質？不管是心理素質還是這個國民素質，有沒有這種素質支持？我們看看歷史上變天的多了，俄羅斯當年變天了吧，是吧？蘇聯解體，俄羅斯也搞了議會了，那最後什麼結果？還是普京強人政治，還跟獨裁有什麼差別呢？對不對？是不是？我們再看看這個當年這個柏林牆是吧？好不容易把柏林牆是吧推翻了，哎，東西德合併了，合併之後呢？搞了幾年，又是這個默克爾啊，默克爾還是從這個東德過來的吧，當總理。那默克爾當總理什麼結果呢？又是啊，可能初心是好的啊，這個移民是吧？這個接收難民，在默克爾帶頭下，德國帶頭下，現在德國成什麼樣子？歐洲成什麼樣子了？啊，都是伊斯蘭，都是這個穆斯林。搞亂了歐洲，所以現在川普要拿這個格陵蘭，歐洲也還跳起腳來反對，他們有什麼資格反對？說句實話，這個戰略要地啊，格陵蘭啊，這個是對美國來說攸關之要。為什麼？你這個中國和俄羅斯一旦戰的話，這美國是導彈打美國本土，那就是分分鐘的事情了，就是大概1刻鐘吧，不到就打過來了，你防都沒法防的。歐洲有什麼能力呢？啊，歐洲照理說能力很強，當年什麼2戰時候，德國一個國家就可以把俄羅斯滅了，真可以把俄國滅了。
那不是这個丘吉爾，不是這個羅斯福的這個供應武器，那是真搞不定啊！俄國真搞不定。現在德國怎麼樣？歐洲怎麼樣呢？整個歐洲，你看你跟俄羅斯打了4年，你也沒打贏，打的是消耗戰，是吧？你這個議會啊，你跟歐盟啊，你老是擺不平啊，說是民主也擺不平。所以王叔談到一個什麼問題，就是我們這個民主制度應該怎麼去建立？你建立一個政權，然後造福老百姓，並且能夠建立一個這個民選的政府，你怎麼把它做得更好？當然了，我不說變天不對，變天你像起碼我們川普變天啊，這個去年上台了，變得很好，對不對？哎，但是同時暴露什麼？同時暴露美國的兩黨政治，民主黨這塊真的現在真的，你看這個。包括紐約州，是吧？現在這個美國的這個詐騙案啊，這公布出來的可能就不是這個索馬里搞的這幾十億了，全國可能就是把這個說來上萬億了，坑蒙拐騙，騙那個納稅人的錢，搞了上萬億啊！不光索馬里啊，全球他都是搞個白手套，是吧？索馬里可能也撈一部分，那更多的是把個錢轉到他自己口袋去了。所以民主黨現在川普現在不是說要這是兩黨政治了，那民主黨他們搞不好做一個詐騙集團、恐怖主義，你看他們把這個政治武器化，是吧？2016年川普在民選下上台，奧巴馬既然想什麼搞這個通俄門，是吧？在明知道造假的情況下面去跟川普栽贓。這已經是離開了這個民主的底線了。像這種政黨，你不把它消除掉真是這毒瘤不消除，你這怎麼辦？我們克林頓2克是吧？這個希拉里、克林頓這兩個家伙，對不對？哎，這個愛潑斯坦文件公布了，讓克林頓的國會作證克林頓2次不出席，現在準備要藐視國會，來認處他。說明他們完全沒把國會沒把美國人民放在眼裡。說句實話，不是川普上來，這些東西都像個毒瘤，深深的埋着，都宣不出來。美國這樣一個是號稱這個獨立民主國家，你連這個選舉都不用這個核驗身份證的，你住酒店要核驗身份證，對吧？你進出國境需要你的護照。哎，那個投票不需要，為什麼不投？就不讓你，就可以搞假，大規模搞假。居然美國的選票靠委內瑞拉的什麼多米諾那個機器來進行操縱，可不可笑？聽起來可笑，但就是現實。所以川普這個變天變得好，否則民主黨如果是當時這個民主黨那個哈里斯上台，我告訴大家，那真是美國真完蛋了，完全沒信心了，完就完了嗎？完是吧？实際上我們現在看歷史，發現就歷史也就是經常的什麼就說是走3步，什麼退2步。我說不好聽的話，有時候走3步退8步，你搞不好還退後了，就這麼回事，對吧？哎，你像我們加拿大，我在加拿大那個伯利茲也是可憐兮兮的，每次在國會進行辯論是吧？討論是吧？卡尼聽不聽？自由黨聽不聽？他該怎麼樣是怎麼樣，我行我素。所以說呢，這個你怎麼搞？這兩黨制約怎麼制約？所以我還是想出來，就是美國這個是最好的制度了。首先是立憲法，然後選舉，1人1票，再加上我們的3權分立。沒有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不是最好的，但沒有它那更差。你像這扯遠點，稍微談到那個法國大革命，當年也是暴力吧，暴力革命是吧？羅伯斯庇爾是吧？把路易16送上斷頭台，怎麼樣呢？暴民起來，打着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，實行的是什麼？暴力統治，殺了一批又一批的貴族，對吧？包括這個羅伯斯庇爾，最後你也被送上斷頭台，斷頭台是你自己設計的，是吧？一個獨裁後面跟着一個獨裁，暴力跟着暴力，
是吧？我想當年這個19年中國建國之前啊，這個所謂的新中國建國之前啊，那麼多這個什麼這是國統區的這個仁人志士、知識青年，奔赴延安啊，要打倒這個蔣介石獨裁統治。你打倒了之後，來一個更獨裁的，這種歷史不斷的重演啊，是進3步退8步。他不是說進3步退1步，那不經常退。這次不是川普上來，那美國搞不好，美國就完了，对吧？真完了，一點戲都沒有。啊，這民主黨這樣搞，你共和黨永遠上不了台。好在美國有個民主選舉，所以川普是連選三屆全部選上了，中間有一屆偷掉了，拜登上去了，這明擺的事情嘛。完說假如很多視頻了，這太明擺了，這不用看。造假造的太明顯了啊！所以这個加拿大不是也一樣嗎？為了搞選票，這是非法移民吶，不斷的把移民搞進來呀，搞進幹嘛？這是充選票啊，湊人頭啊，就是他這個選民制嘛，是吧？那我就搞選票。你像中國，我覺得這個基層也有選舉了，這個農村選舉了，就是個村長就花錢買一家發100塊錢，大家高興啊，100塊錢搞你，誰給我錢我選誰，搞成這個樣子了啊，是吧？他沒這個素質，沒有國民素質怎麼辦？他只能這個樣子。那麼伊朗這個情況會不會出現這個情況？我認為，即使把他這個神權政府拿掉啊，應該拿掉啊，這太殘暴了，是吧？把女子從頭包到腳，是吧？什麼這個原教旨主義，是吧？這個哎呀，這個中國這個當年這個女的裹小腳有什麼差別啊？女人權利既沒有自由，也沒有工作，也沒有學習機會。阿富汗是吧？又回去了啊，所以伊朗這個。推翻他，我認為很正確啊！不管怎麼推翻啊，是武力還是什麼各方面，但是推翻問題是推倒之後你怎麼辦？能不能迎來民主？能不能迎來繁榮？完說昨天還做了一個視頻啊，剛上傳就是講威尼斯的，看到威尼斯的沒落的美感，完說這個心有感慨啊。說句實話，威尼斯當年也是共和國，是吧？後來這個意大利大一統也把威尼斯合併了，是吧？一大一統之後，你看威尼斯就沒落了，繁榮沒有了，商業沒有了，對吧？現在是做成旅遊城市了，對吧？所以這個我覺得西方啊，從古羅馬開始啊，有這個民主制度非常好，就一人一票。那個時候呢，好像不是完全一人一票，就是呢貴族可能多一點，把土地也算，馬匹也算，士兵也算，都算票。所以當時是大地主啊，貴族啊，這個權貴階層。但是他好像互相可以制衡嘛，是吧？這叫封建主義嘛，可以互相制衡，對不對？所以美國不是這個意大利當時有這個元老院嘛，是吧？還可以制衡，不是國王制，那國王制就是完全獨裁了，對不對？那麼這種搞法，這種搞法我覺得非常好啊。當年這個龐貝城市是吧？這個是吧？這個每年一次選舉。對吧？我認為羅馬也差不多，對不對？多好呢！那選舉還起碼是票數還可以統計，你把票不會搞假。你看這個民主黨搞假的，你看這個東西，那相當於把那個美國自由燈塔給推掉了，是吧？全部搞假，對不對？所以我覺得人類要從歷史上面吸取點經驗教訓。那有些教訓呢，這個吸取的就是完全，你像這個，我們就談法國現在怎麼樣？法國這種所謂的三權分立啊，搞成變形了，是吧？總統權力太大，總統可以解散議會，是吧？照着三權嘛，是吧？這個立法權，國會啊，執法權啊，總統，對不對？總統帶領內閣，是吧？然後司法權是這個最高法院，起碼有法院，這個三權分立獨立，你不能說這個。一像法國總統，一個總統就可以攬到這個立法啊，攬到又可以司法，解散國會，你這個權太大了，是吧？這戴高樂當年搞出來的，是吧？戴高樂搞着他有他的想法，那我們法國，你看當年二戰打之前一下子打散了，是吧？為什麼吵來吵去，議会討論去，搞不過德國，所以搞的這種變形的这種三权分立。好了，你看現在法國怎麼樣？馬克龍死活下不來台的啊，對不對？
哎，多少届了？總理換多少屆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政府的占那个收入的比重，让你看一下，这个越南20%，那中国33%，美国37%，啊，當年蘇聯在這個解體之前40%，法國現在到了47%，歐洲比它好不了哪去啊，對不對？就這樣一個情況，這是歐洲的也是議會民主，所以。玩書登山的探討到底是要變什麼東西，如何變？探討這個問題啊。我們從法國大革命談到現在法國的這個政治，對不對？所以我說要民眾要有這種素質才是關鍵。就跟當年這個中共的這個創始人陳獨秀啊，後來他也自己是吧？陳獨秀畢竟是北大教授啊，這個反思能力還是有的。哎，這個搞了之後，發現這又是一個暴力政黨，這搞下去，這最後對整個民族無益。所以陳獨秀之後搞了什麼？這個搞了個小學識字課本，他想這個從教育開始着手，改變民眾的這個素質，才能夠啊避免一個暴力後面跟着又一個暴力。我覺得這陳獨秀這樣一個反思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啊。玩書的反思什麼呢？玩書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玩書。過去10年在中國幹這些事兒啊，什麼事兒呢？就是我在中國不是做這個銀行這個業績提升嘛，啊，這搞個3個月、半年時間，把銀行的業績啊，這個排名啊，從這個後幾名拖到前幾名，這個項目做得還比較成功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啊。玩書實際上這裡面就幹了一個事兒，就是搞民主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大家知道這個中國的銀行這個一把手都是黨委書記啊，是吧？然後有的是有權力很大的，像權欲熏天，是吧？搞得下面大家這個，哎呀，這個也是怨聲載道，大家心也不是條心，所以呢，業績好不了，家庭有些困難，經濟下行有困難，是吧？大家搞不好，玩書怎麼辦呢？就是用這個行動學習的方法，搞得團隊共創，群策群力，就說白了就是搞民主，讓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談一談。啊，按照這個啊你的想法去做你的一個業務啊，開展你的業績啊，有效果了，就這一招就搞定了。那幾個月這個整個這個精神面貌，這個銀行精神面貌啊，只要玩書負責項目，馬上煥然一新，很快就業績開始提升，開始繁榮，就這麼簡單。你不搞民主，哎呀，最後大家就是離心離德。哎，大家都是在你表面上說一套，下面做一套，最後都搞得最後亂七八糟，搞不好。所以我覺得民主這個素質，民主的這些這個操作，你要到位。你像這個，我覺得這個美國的先賢很厲害，是吧？搞的這個美國是吧？這個美國的獨立這個革命和這個法國的大革命就本質差別。什麼呢？法國大革命講得很好聽啊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。但是你怎麼操作？在操作層面，他拿不出來。這口號，操作是暴力。哎，你不正義，我不正義，啊，互相攻擊之後都吵一塌糊塗，效率還低。哎，就是這個結果。是吧？說不是拿破崙來了吧？拿破崙來的時候是吧？又全部推翻，又搞了國王，是吧？對不對？就是他這個反覆輪迴。美國就是不一樣。美國就是什麼呢？首先搞自治，地方自治。你看美國50個州是吧？每個州自治。那個時候就自治有首先自治，自治完之後就是什麼？就是憲法，有憲法，憲法起來，然後就是三權，投票權加上這個三權分立。所以美國的憲法，這個選舉加上這個三權分立，加上他們有自治這樣的一個基礎，所以美國這個就做得比較好，對吧？不這麼做，那美國也完了。你像你搞的選舉這塊你瞎搞，是吧？買選票啊，就是或者搞非法移民的，搞假選票的，那就完蛋了。你只要選票搞對了，就正常。三權分立啊，也不要像法國一樣以一權獨大啊，或者變形了的那也不行。三權一定要制衡。哎，立法、執法、司法，哎，加上有憲法，是吧？哎，那你這個地方各州啊自治，那這個就可以。你像現在加拿大，你搞不好亞伯達人要獨立，對不對？就是他，你要給他自治權，他要有這個
獨立自主性，一個大企業裡面各單位也有相对獨立啊，我們叫海星結構啊，對吧？海星結構啊，對吧？就海星一樣的這個觸角啊，就是這樣一個道理啊。所以說，我覺得王叔跟大家分享以前啊，今天還是講20分鐘啊，交流一下，就是伊朗變天，王叔也希望他变天，变天後怎麼辦？這個更重要。你後面做不到像美國這樣的啊，當然我說了，美國也有問題，是吧？如果不是川普這次变天，那美國就完蛋了，那完了可是不，那可能那他慘得很，那一樣慘啊。所以這是王叔今天的這個分享啊，就是一定要国民素質，国民要有民主的意識，這個民主意识一定要刻在骨子裡面，像這個當年的古羅馬一樣的，是吧？為什麼當時把凱撒幹掉了啊？就是他有這個獨裁傾向，那你功太高，那你也對不起拿下，沒有辦法，只有這樣。你總統要不斷的選啊，4年幾年選一次，然後你是三权分立，憲法一定要維護啊，第一修正案、第二修正案，對不對？那你一定要堅持，否則你就連什麼新聞自由都沒有了，是吧？你像像歐洲怎麼把這個推特 X 封禁了，你這個都是吧？你開玩笑，你這個獨裁到什麼程度了？我操！是吧？所以王叔啊，昨天說了这個是吧？這個包括這個澳大利亞，這個是吧？英國工黨，加拿大，我告訴大家，我還說这個希望他們懸崖勒馬，真的，他不懸崖勒馬，這個國家完了，真完了。這是王叔今天在這裡啊，跟大家痛定思痛的交流，真的，多往後想一步。但是人類就沒有辦法，一次一次的步入這種惡性的循環。過去的教訓壓根就忽略看不到啊，所以呢，那些左媒左風還在這裡鬧啊，是吧？哎呀，好吧，以上講的不對地方，請大家和王叔互動，打在屏幕下方，謝謝大家。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，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。